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，他们在很多高深的问题上表现得像个天才，能解开最复杂的物理方程，能管理几万人的大公司，但在最简单的算术问题上却蠢得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。很多人看着自己的资产负债表，左边是存款20万美元，右边是负债20万美元，他们会轻描淡写地告诉我，查理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减法，我的净资产是0，我和那个身无分文的人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如果你也认为这只是2个数字的互相抵消，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关掉这个视频，去看不切实际的肥皂剧吧。因为你已经无可救药了，你以为这只是加减法的问题，不，这是关于你在自然界中处于什么位置的问题，是关于你在这个残酷的商业生态系统中是猎手还是猎物的问题。大多数人在处理金钱时，就像是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试图修理飞机引擎，他们只看到了仪表盘上的数字，却忽略了万有引力这个物理法则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一个华尔街永远不会告诉你的秘密。背负20万债务和拥有20万存款，这中间的差距不是40万，甚至不是100万，而是你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。这不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关于你是否甘愿做一个现代文明制度下的高级奴隶的问题。我要讲的不是理财技巧，我不教你怎么省下那杯咖啡钱，我要讲的是生存结构，是普世智慧，是关于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。如果你去问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，他会告诉你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这话说得没错，但他忘了告诉你们这个奇迹的黑暗面。就像核能量一样，它可以发电照亮城市，也可以瞬间摧毁一切。复利不是你的朋友，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数学和物理法则。懂的人赚它，不懂的人负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复利更像是一个放大镜，它放大聪明，也放大愚蠢；它放大耐心，也放大急躁；它放大自由，也放大奴役。让我们用反向思维，永远反过来想，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你想要痛苦吗？你想要毁灭吗？你想要每天早上醒来都感到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吗？那就让自己站在复利的对立面。当你拥有20万美元存款时，复利是你的盟友。你在睡觉，他在工作；你在度假，他在工作；你中风躺在床上，他依然在工作。这就像物理学中的势能，你占据了高地，水自然往下流，你不需要费力，重力会帮你完成剩下的工作。这就是我说的让钱为你工作。反过来想，当你欠下20万美元债务时，复利就变成了你的死敌。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，它像地心引力一样，每天24小时不知疲倦地把你往下拉。你越是挣扎，越是想通过投机来快速翻身，这个泥潭就陷得越深，因为你在和一个永不疲倦、永不睡觉且呈指数级增长的敌人作战。我想给你们展示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数据模型，一个能让你背脊发凉的模型。假设你欠债20万美元，按15%的信用卡平均利率计算，这在很多地方甚至都算良心利率了。如果你只还最低还款额，10年后这笔债务会变成将近81万美元。现在假设你有20万美元存款，哪怕只是保守的5%的回报，10年后它会变成32万6千美元。这一来一回，差距不是简单的40万，而是惊人的113万5千美元。但这仅仅是数学，
真正的灾难在于它剥夺了你的冗余。在工程学中，没有冗余设计的桥梁注定会坍塌，而在财务生活中，债务就是那个抽走你所有冗余的魔鬼。一旦生活中出现一点小小的意外，一场大病，一次失业，或者仅仅是汽车坏了，这个原本脆弱的平衡就会瞬间崩塌。在复利的世界里，你要么是那个拿着锤子的人，要么就是那颗钉子，没有中间地带。我在2007年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过，债务会把时间这个维度从你的决策模型中彻底切除。大多数人不理解这句话，他们以为我在讲财务管理，实际上我在讲生存结构。时间维度是什么意思？这可能是你们这辈子能听到的最重要的投资建议。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，你用自己的钱买股票，股价下跌了 50%， 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像个理性的成年人一样，坐在那里喝着可乐，翻看年度报告，等待市场恢复理智。你有等待的权利，你有权利看着市场发疯，然后对自己说，这群人疯了，但我不需要参与。但如果你是用借来的钱呢？你的债权人，那些目光短浅，只盯着这个季度报表的家伙，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巴菲特，也不管那家公司是不是明天的可口可乐。当追加保证金的电话打来时，你没有3个选择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在价格最低、市场最恐慌、最不应该卖出的时候，把你最好的资产贱卖掉。这就是债务的剧毒之处，它让你在智商最高的时候，因为缺乏时间而看起来像个白痴。让我们回顾一下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，那是一个由真正的天才组成的团队，那里坐着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他们的智商加起来比整个华尔街都要高。他们构建了最复杂的数学模型，计算了所有的概率。他们的模型告诉他们，这种套利交易输钱的概率比被陨石砸中还要低。但是他们用了极高的杠杆，他们借了巨额的资金来放大微薄的收益。当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，市场出现了他们模型中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波动。如果是自有资金，他们可以等待，市场终究会回归理性，他们的策略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。但是因为杠杆，因为债务，他们没有时间了。短短几个月，40亿美元的净资产归零。很多人以为这是个笑话，不，这是严肃的数学事实。很多人以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教训是不要过度自信，但这只是表面的理解。真正的教训是债务消除了犯错的权利。你知道什么叫犯错的权利吗？就是当你判断失误时还有时间纠正，就是当市场短期波动时还能坚持长期判断，就是当所有人恐慌时你还能保持冷静。聪明人破产只有3种方式：酒、女人和杠杆。其中杠杆是最高效的，因为它能让你在自以为正确的时候瞬间毁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债务把智商归零，不是你变笨了，而是市场不再给你验证你智商的机会。如果你想在投资这场游戏中活下来，记住这句格言：永远不要为了去捡硬币而在压路机面前手舞足蹈，哪怕那个硬币是金子做的，也不值得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现金。我听到华尔街那些年轻的穿着昂贵西装的分析师整天在喊，现金是垃圾，通胀会吃掉你的钱，不投资就是慢性自杀。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鬼话。他们犯了一个经典的心理学错误，把购买力当成了现金的唯一属性。他们认为现金的价值等于他能买到的汉堡包或者房子的数量，但这忽略了一个金融学的核心概念：
也忽略了生物学的生存智慧、期权价值。现金不仅仅是用来买东西的，现金是一张没有到期日的买入选择权。想象一下生物学中的进化论，在严酷的环境中，什么物种能活下来？不是最强壮的恐龙，因为它们消耗太大；也不是最快的猎豹，因为它们太专业化。活下来的是适应性最强的物种。现金就是你的适应性，现金就是你的氧气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全世界都在流血。高盛、通用电气，这些美国工业和金融的象征，这些巨头跪在地上求救。那时候谁有现金？伯克希尔有。当银行们互相不信任，连$1都不愿意借给对方时，我们手里的现金就变成了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。这时候的现金不是按面值计算的，而是按稀缺性溢价计算的。$1的现金在那个时刻价值可能是$10，因为没有人有现金，所以我们借钱给他们，我们要了极为苛刻的条款，我们获得了优先股，我们获得了认股权证。我们坐在那里看着机会一个个排着队走过来，然后慢条斯理地挑选最肥美的那一个。为什么我们能做到？不是因为我们预测到了雷曼兄弟会倒闭，没人能预测那么准，那是算命先生做的事。是因为我们的财务结构设计让我们永远处于发起进攻的位置，而不是被迫防守的位置。所谓财富自由，本质上不是你拥有多少艘游艇，而是你早上醒来时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你今天想做什么。当你有现金时，你拥有的是说不的权利。这套房子太贵，我不买；这个工作太烂，我不干；这个老板太蠢，我走人；这个投资机会虽然热门，但我看不懂，我不投。但当你负债时，你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，哪怕那个工作让你想吐，你也得每天早上爬起来去上班，因为银行的账单比你的尊严来得更准时。你失去了说不的权利，你就失去了尊严。关于那句通胀会吃掉现金，让我来告诉你真相。那些因为害怕每年3%的通胀而急急忙忙把钱投进股市里亏掉30%的人，简直是愚蠢至极。这叫做为了躲避小雨跳进了深渊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手握现金虽然会让你损失一点点购买力，但它保证了你的生存。而生存是参与复利游戏的前提。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，为了得第一，你首先得跑完全程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巨大缺陷，心理学家称之为心理账户。这是人类误判心理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。我见过最荒谬的现象是这样的：一个人在银行存着$10万，赚着2%的可怜利息，他给这笔钱贴个标签叫孩子的教育基金或者应急储备。与此同时，他的信用卡上欠着$10万，付着18%的高额利息。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还债，他会给你一堆看似合理的废话。那是我的安全感，我需要保持流动性。那个存款账户的钱是不能动的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你的大脑在欺骗你，大脑天生不擅长处理复杂的净值概念，它喜欢简单化，它喜欢分类，它把存款标记为安全，把债务标记为未来要处理的问题。但这在数学上是纯粹的灾难。让我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真相：当你一边存钱赚低息，一边借钱付高息时，你不仅是在亏钱，你是在侮辱数学。你的净资产是0，但你的现金流是负的。这就像一个人一边大口喝毒药，一边吃维生素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养生。
如果你无法克服这种把钱分门别类的幼稚心理，你就永远无法理解资本配置的真谛。真正的理性是整体思维，你必须强迫自己看清资产负债表的全貌。如果你有债务，且债务利率高于你的投资回报率，那么你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应该是还债。除非你的投资能力能保证每年稳定获得20%以上的回报，相信我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连沃伦·巴菲特都不敢保证。这种心理账户的陷阱还体现在消费上，人们会为了省2块钱的停车费而绕着街区转半个小时，浪费了价值更高的汽油和时间，却在买房子时对几千美元的手续费视而不见。这就是因为大脑把它们归到了不同的账户里。要克服这一点，你需要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切除这些虚假的标签。钱就是钱，1美元就是1美元，无论它在哪个账户里。如果还债能让你获得18%的无风险回报，即省下的利息，那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。不做这笔投资的人，在智力上是不诚实的。在我这漫长的99年人生里，我观察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我总结出这个世界上有2种贫穷。第一种是物质贫穷，你没钱买想要的东西，你住在破旧的房子里，你吃着廉价的食物，这很痛苦，我承认，但它是可以改变的。只要你勤奋节俭，走正道，不断学习，在现代社会，你大概率能走出这种贫穷。第二种是时间贫穷，或者叫结构性贫穷，这是现代社会特有的陷阱。看看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精英，他们有高收入，他们穿着名牌西装，开着豪车，住在高档社区的大房子里。表面上看，他们很富有，但实际上，他们所有未来的时间都已经被债务预定了。他们每赚1分钱，还没进口袋，就已经有了去处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账单，孩子的私立学校学费。他们不敢停下来，不敢生病，不敢失业。你以为你是中产阶级？不，你是穿西装的奴隶，你是被自己欲望囚禁的囚徒。债务最阴险的地方在于，它引诱你用未来的生命来交换现在的满足感。这不仅仅是金融交易，这是一种出卖灵魂的契约。你用自由换取了真皮沙发，用尊严换取了豪华跑车。等到危机来临，等到经济衰退，等到行业变革，你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，甚至连时间都不属于你自己。这种结构性贫穷是很难翻身的，因为一旦你习惯了这种高消费、高负债的所谓体面生活，任何降级都会让你感到生不如死。这是一种棘轮效应，只能上不能下。很多人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体面，不得不去借更多的债，就像吸毒者需要更多的剂量一样。最后，当泡沫破裂时，他们的下场比第一种穷人要惨得多，因为第一种穷人至少还拥有希望，而他们只剩下绝望。所以我总是强调，反过来想，你想成功吗？先别想怎么赚钱，先想想什么会杀得你片甲不留，是什么？是急躁，是嫉妒，是杠杆，是无休止的欲望。只要避开这些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复利自然会把你推向富裕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魔法，这是普世的智慧。让我们再深入一点，谈谈机会成本。这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概念，也是被遗忘的最彻底的概念。当你负债累累时，你最大的损失不仅仅是利息，而是机会成本。假设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比如1973年的股市崩盘，或者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
或者是某种新技术的诞生。这个时候，优质的资产就像是被扔在地上的钻石，只要弯腰就能捡起来。如果你有积蓄，你可以弯腰去捡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入伟大的公司，这一笔投资可能就足以改变你整个家族的命运。但如果你负债呢？你不仅没有钱去买，你甚至可能被迫把手里仅有的好牌也打出去还债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你面前溜走，这种痛苦比亏损还要难受。真正的财富差距往往不是靠工资拉开的，而是靠几次关键时刻的决策拉开的，而债务会系统性地摧毁你的决策质量。当你被债务追赶时，你的视野会变窄，你只能看到眼前的苟且，你看不到长期的未来，你会为了下个月的账单而放弃10年后的愿景。这就好比你在下棋，有积蓄的人可以看5步10步，负债的人只能看1步，甚至只能被动应付对手的每一步。在这样的博弈中，输赢早已注定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存下的第一笔钱是最珍贵的，不仅仅是因为复利，更是因为这笔钱给了你掀桌子的勇气和等待好球的耐心。泰德·威廉姆斯是美国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之一。他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把击球区划分成几十个小格子，只有当球飞进那个他击球率最高的甜蜜点时，他才挥棒。如果球飞进边缘区域，哪怕裁判判它是好球，他也绝不挥棒。投资和人生也是一样，你不需要对每一个球都挥棒，你可以拿着现金站在击球区等待那个完美的球，哪怕等了3年5年，只要你抓住一次，你就赢了。但债务会强迫你挥棒，不管球飞得有多烂，不管时机有多差，你都必须挥棒，因为你需要得分来还债。结果呢，你总是被3振出局。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财务陷阱，你需要建立我一直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。你不能只用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，那会让你变成一个只有锤子的人，看什么都是钉子。你需要物理学的视角来看待复利的能量，需要生物学的视角来看待适应性和生存，需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贪婪和恐惧，需要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待周期的必然性。从工程学角度看，你需要安全边际。建造一座桥，如果只能通过1万磅的卡车，你会设计成能承载3万磅，因为你不知道哪天会有一辆超载的卡车开过去。财务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的生活需要5000块支出，你最好能赚到1万块，并且手里握着能维持2年的现金，这就是安全边际。从物理学角度看，你需要理解临界点，水在99度时还是水，到了100度就变成了蒸汽。债务也是一样，你可能觉得自己还能承受，但在某一个临界点，比如利率上调1个百分点，或者收入下降10%，整个系统就会发生相变，从有序变成崩溃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你需要警惕社会认同倾向。仅仅因为你的邻居买了豪车，你的同事换了大房子，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这么做。从众是通往平庸最快的高速公路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，特立独行不仅仅是一种性格，更是一种生存技能。把这些模型像格栅一样交织在你的脑海里，你才能过滤掉那些噪音，看清事物的本质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所谓的必买清单、借贷消费、精致生活，不过是商家为你编织的牢笼。最后，我想给你们3个建议。在这个充满噪音的时代，这可能听起来很刺耳，但良药苦口。
如果不听也没关系，反正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一些失败者来作为反面教材，来验证复利的残酷。第一，永远不要用债务去做选择题。每当你面临一个人生重大决策，换工作、结婚、搬家、创业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有债，我会怎么选？如果我没债，我又会怎么选？如果这两个答案不一样，那就说明你的生活已经被债务绑架了。真正的选择权必须建立在财务安全之上。不要让银行家成为你人生的隐形董事。第二，储蓄不是牺牲，是赎买自由。别听那些消费主义的洗脑广告，他们只想掏空你的口袋，把你变成一头只会工作的奶牛。他们告诉你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活在当下。我要告诉你，真正的对自己好，是给未来的自己留有余地。每一块钱的储蓄都是你从未来赎回的1分钟自由时间。你不是在存钱，你是在购买你的命。第三，建立正确的生存结构。做时间的朋友，像建造大桥一样建造你的财务生活，留出巨大的安全边际。如果你能在别人恐慌时保持理智，在别人被迫卖出时持有现金，你就不需要像沃伦和我这么聪明，你也能赢。人生是一场长跑，不是100米冲刺。真正决定输赢的，不是你在顺境时跑得有多快，不是你在牛市里赚了多少倍，而是你在逆境时是否还能留在跑道上。大多数人的失败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结构里努力，他们在逆流而上，他们在对抗数学法则。愿理性成为你们唯一的信仰，愿你们永远站在复利的天使这一边，而不是魔鬼那一边。好了，我说的够多了，剩下的靠你们自己去悟。如果你听懂了，你的人生轨迹从这一刻起就会改变。如果你没听懂，那祝你好运，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你会非常需要运气。